在这座城市当中，从1988年起，大家都生活在一种极度恐怖的氛围当中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隐藏着一个杀人狂。在16年当中，总共有11位年轻女子接连遇难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很可能就隐藏在自己的身边，特别是女性，纷纷谈之色变，不管是上下班、上下学，都要有亲人护送才行，所以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他，不让他有机可乘。可是大家再怎么提防，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天晚上9点，在电子厂上了一天班的厂花下班了，他在厂外面买了一份炒河粉就回家了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，但是朝身后看了看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。回到家，厂花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从身后窜出一个人。第二天，厂花的哥哥狗蛋下班后就来到了妹妹的住所，但是他进门后发现家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跟进贼了一样。狗蛋担心的喊了几声，但是都没有妹妹的回应。狗蛋来到卧室一看，顿时愣住了，他发现自己的妹妹躺在了血泊当中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一边朝李阿 Sir 那边跑一边喊。没过多久，狗蛋跑到了李阿 Sir 这里，狗蛋哭泣的说道：李阿 Sir， 不好了，我妹妹遇难了，你一定要把凶手给抓回来啊！李阿 Sir 一听，连忙说道：快带我们去现场，半斤八两，你们2个跟我走。来到现场后，李阿 Sir 发现现场的情况超出了自己的想象，这种手法从来没有见过。半斤八两由于受不了，就跑出去了。最后经过现场的勘查，发现厂花腿上有一个红色的手印，指纹还比较清晰，在门上面也发现了红色的指纹。现场很乱，显然厂花跟凶手挣扎了一番，包括现场的脚印也很模糊，看来凶手作案后离开得很从容，还打扫了现场。李阿 Sir 觉得凶手应该提前踩过点，或者是熟人作案，不然现场不会清理得这么仔细。随即李阿 Sir 对半斤八两说：你们2个把厂花抬到朱法医那里，让他检查一下身体。回到办公室的李阿 Sir 开始跟同事每日每夜的加班寻找线索。由于当时的科技不发达，只能用最笨的方式，走访、调查、摸排。李阿 Sir 把重点放在了指纹上面，他们提取了那些有前科、行事不规范的人的指纹，然后进行对比，但是一个都没有对上，于是就把提取指纹的范围逐渐扩散到整个城市的男性，但是最后也没有什么效果。李阿 Sir 问了问朱法医：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朱法医摇了摇头说道：没有发现，除了身体上的伤，根本没有其他的线索。凭借现在的这些线索，想要找出凶手难比登天，主要现在的科技太落后了，很多线索根本收集不到。李阿 Sir 说：就算难比登天，我当不上去，但是我们还有接班者，总有一天会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就这样摸排、走访、调查，线索慢慢的就模糊了。李阿 Sir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调查了。时间一晃，6年已过。虽然过了6年，但是李阿 Sir 一直思索着该如何去寻找线索，因为不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，他始终睡不着。就当李阿 Sir 在整理文件的时候，半斤八两焦急地跑进来说道：李阿 Sir 不好了，有人报案说他那里有人遇害了。